哇，联机呀！耶，我通关了。现在呢，在车上能玩游戏啊，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。但是呢，我这台车才几万块钱啊，也能打游戏。想不想知道这是什么车？我带大家瞧一瞧。我身边这台车呢，就是哪吒 V， 它可是哪吒家族现在的销量担当啊。你看它长得呢，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花里胡哨的新能源车里呢，还是非常朴素，看起来非常踏实可靠的，就是很正经的一个 SUV 的造型。因为现在很多像它这个价位的车都是那种微型车、俩门车，就是像它这么正经的车啊，还真是少有。我们先看看它的车头啊。首先呢，它的大灯呢是 LED 的啊，在这个价位配置还是比较实在的。然后前脸呢是一个全封闭式的格栅。其实我觉得，现在新能源车虽然是没有格栅了，但是有些车会弄有一些造型。它这个车呢就是完全啊，就是一体的，什么造型都没有。我个人觉得看起来呢，会觉得像那个白板一样，还是稍微有一点觉得不太好看。侧面看起来呢，它虽然定位是小型 SUV 啊，但是我觉得个儿看着其实并不小。具体里边坐着空间大不大呢？咱们到内饰的时候再说。然后首先呢，它现在使用的呢是一个16寸的一个轮圈啊，以前呢是只有顶配车型是16寸，现在呢等于你买低配啊也是给你配上16寸的了。然后剩下呢，这个造型呢，其实还是看起来就是比较朴素的。然后后边也可能是设计师啊，为了那个凸显一点自己的设计感嘛，弄了一个这种下压式的，就跟小溜背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其实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啊，因为看起来呢感觉有点生硬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它这个车门啊，我觉得关起来就你得真的使劲啊，要不然经常有时候会关不上。车尾这里呢，它采用的是有点那种就是塌屁股的感觉，不是那种翘臀啊。但是至于好不好看呢，我觉得这是仁者见仁吧。然后它这个尾灯呢，其实在晚上亮起来呢，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啊。你会看起来呢，特别像咱们一个网红字儿，就是那个囧。如果大街上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按照我这个方式，你一定一眼就能认出来，它是一台哪吒 V。其实我觉得还挺有辨识度的，比起来就是现在一水的那种贯穿式尾灯，至少是人家家族的一个自己的设计。车身侧面呢，这儿有一个它的快充口，官方说呢，它30分钟就可以充到80%。我觉得这个充电呢还是挺方便的，比如我们逛个商场啊，或约朋友喝个咖啡啊，你只要把车充上电出来呢，一切就已经充好了。这台车给我坐进来的第一感觉啊，真的不太像一台几万块的车。你看它内饰整体的设计风格呢，是不是很似曾相识啊？这种极简的设计风，包括这块大屏以及这种仿木纹的材质啊，都让我感觉有一种特斯拉的味道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毕竟价格在这儿呢，所以材质肯定不能跟人家比。比如你看这儿，虽然是仿木纹啊，但是其实也是塑料的，包括门板这儿啊，都是塑料感比较强的。但是样儿啊，还是给你做足了。说说它比较设计不一样的点啊，就是它这个仪表盘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特色的。一般仪表盘我们都应该在方向盘后边这个地方，但它呢，你看啊，设计在这个仪表台上面的这么一窄条啊，都是它的仪表盘。它是考虑一个人体工程学的这么一个原理啊，因为我们如果要是看这儿，我们需要低头，可如果设计在这儿呢，我们平视就可以看到上面的信息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还是考虑到一个行车的安全。然后它上面呢虽然小，但是它显示的信息也很全，比如你的档位啊，然后你现在车门是不是关好，以及你的续航，然后电池还有多少电量啊，在上面都有显示。但是呢，其实它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。它虽然考虑了这个人体工程学你的视线的问题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在晴天的时候，它是真的反光。最有科技感的点呢，还是这块大屏啊，它是一个竖置的大屏幕，里边功能也很全，比如像导航啊、听歌啊，有腾讯视频可以看电影，然后车辆的信息什么的都在这里。而它比较好的一点啊，就是你看后视镜啊，它是给单摘出来的。有的车呢也给放在大屏里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有的时候你开车的过程中调节会比较不安全，所以它可以说就是就是他觉得适合放在车机里的放在外，然后就是有一些常用的功能还是摘在外边的，这点我觉得还挺好的。然后这块屏幕呢，它的反应速度也很快，就是基本就是秒响应，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也算不错了。
它有个功能呢，就是有个语音助手，比如你想让它给你提醒一些什么事儿，你可以跟它说啊，比如提醒我记得打电话，记得喝水。但是呢，不能完全太信赖它，因为我试过几次啊，有的时候它提醒，有的时候它就不提醒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功能可能还是不太健全。但是也是算就是哪吒汽车的一点心意吧，毕竟这么点钱是吧？能给你这功能就不错了，好不好用啊，咱就别挑了。咱们现在呢，看看它的后排。刚才说外观的时候啊，我就说它这个车看起来不小，确实里边这个膛也挺大的。后边我觉得坐3个人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它中间也是一个纯平的，但是中间肯定这个人还不能太胖，而且不能长途坐。然后如果你要说它有什么缺点，肯定也有啊，比如说塑料感强，然后没有天窗。但是毕竟啊，它这个价位在这儿呢，我觉得对于一个就是全家这个5座来讲啊，就是照顾的还可以了。而且我们的同事也有比较高的，像1.8米几的坐过这个车，他也觉得就是腿部空间、头部空间都还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啊，作为代步车来讲，它这个配置什么的还都是挺实用的。现在呢，咱们开起来试试。哪吒威这台车呢，我也开了几天了，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驾驶感受。首先呢，就是它这个续航啊是非常超出我预期的，它官方给的续航呢是401公里，因为我想呢，这么便宜的车啊，这个续航我觉得肯定不会太精准，所以我想着呢，如果能跑300多啊，我觉得就已经挺不错的了。因为之前呢，我也试过很多，不管是合资的，还是说现在就是比较高端的这个新势力品牌的电车嘛，我觉得续航啊多少都是有点虚的，但是它这个续航啊还真的是惊到我了。我这2天呢基本都是开它代步啊，然后还去了机场，然后也是去了各种什么南5环北5环的都跑了啊。但是现在呢居然还能跑148公里呢，电量还有35%，我觉得跟我跑的公里数真的是精准到差不了几公里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非常能够缓解我的这个续航的里程焦虑的。这是我也觉得好好夸哪吒威的地方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它这个车啊开起来确实起步非常的轻快，它0到50的100公里加速呢是3.9秒，也就是你在红灯起步的时候啊，那肯定是可以领先的就冲出去，包括你想超个车什么的啊，都是非常轻快的。但是呢，到后续啊，它确实这个动力啊就开始衰减了，就没有什么劲儿了。所以就比较适合在城市代步嘛，但是也有呢让我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。首先呢，就是它这个风噪跟路噪啊，真的是很大，尤其是如果你跑到高速上，因为这2天我也是去机场，所以就是在机场高速上跑了跑，确实当你到了比如90多100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个车里边已经觉得吵了，不管你是聊天啊还是听歌啊，你就觉得就是已经是受到一些个听力的影响了。而且呢，这个车你开到90的时候，你体感的时候，我感觉就跟开到123的感觉，就觉得这车已经开始有点飘了，所以我觉得它不太适合上高速，就在市区通勤开还是挺不错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个车这个减震我觉得差一些，就是比如过减速带大坎的时候真能颠起来，比我之前试那个 mini 颠的还厉害。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哪吒威这台车还是一款很不错的纯电的城市代步小车。首先呢，它是吧续航精准，这样呢充电又方便，是吧？就是30分钟80%嘛，基本你顶破天1周充个2次，所以我觉得呢就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再加上呢就是它的价格低嘛，然后基本的这些科技配置也还是比较全。还是我觉得比较优秀的性价比高的一个代步小车。好了，那咱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，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